那全球化這件事情呢，其實受害最大的人呢，就是日本跟台灣。所以到了1990年代到2020年這一段期間呢，日本跟台灣的經濟啊，基本上是在從高極盛而衰的往下失落了30年。对，失落30年，不是日本失落30年，台灣也一樣啊。台灣也一樣。对，那為什麼？因為全球化之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產業外移。對，產業外移呢，又碰到一個問題了，是我們年輕人的就業率就變低了，失業率增加了。那失業率增加之後呢，我們在10年前還是15年前還聽到的所謂的22K 現象啊，其實就是這個產業外移的這個產物。為什麼？因為當全球化之後，就是世界上大家都一樣嘛。也就是說，台灣的薪水薪資不是台灣的薪水，年輕人的薪水就會跟大陸人一樣。對，比較薪資。對，22K 的台幣的月薪可能在大陸還算高的，但是在台灣就低了。所以說，這個全球化就是1990年到2020年這段期間呢，算是這個台灣也好，日本也好的失落30年。那這段期間呢，這個當然啦，當時全世界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所以這個包括的這個亞洲四小龍呢，全部就地解散了，全部去都變成中國台商了。不管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韓國，甚至日本，都有大量的去赴中投資的这個。因為它太大了，它把所有的力量都吸過去了，而且薪水太低了。对，當年就是生產要素的這個成本太低了，所以吸了很多人進去。可是當吸了很多人過去之後呢，這些國家呢，很多它的本身的內政問題就產生了。那這個是這個全球化之後的一個產物。那全球化呢，終結了嗎？其實終結了，已經很明顯的終結了。為什麼？就是在美中貿易戰之後，因為美國受不了了。而且大家如果還有點印象的話，美中貿易戰之後呢，第一個講全球化已死啊，是張忠謀先生。對，他講過這句話。在2019年的台積電的體育大會上，那個對運動大會上講的。全球化已死這句話，其實對台灣來講是一個超級大的福音。為什麼？因為我們台灣的年輕人的薪資就是從2019年開始一路往上爬的。對，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2019年以後，你就很少再聽到22K 這個問題。對，然後早年那個時候22K 其實還扮演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年輕人跑到澳洲去當台勞。對。最近通通都回來了，為什麼沒有了？因為台灣自己的產業都回來了，這個老闆台灣的餐廳都請不到這個員工了，我哪有空讓你去領22K 呢？所以我們的薪水就節節升高了。那所以我們到了2020年之後呢，這一段期間呢，有幾個特色，就第一個就是美中的新冷戰這個開始了。那新冷戰開始呢，只要你站對美國這一隊的人哈，這個你就會發現到，不管是日本、韓國、台灣啊。基本上呢，它的這個成長呢就會比較明顯。那在這個幾個國家裡面呢，我想台灣跟日本啊，應該算是站美國隊站的比較用力的。對。那當時因為是安倍晉三嘛，安倍晉三他跟美國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他的這個印太戰略的提出或者是什麼，所以呢，這個我們就看到安倍晉三的這個安倍經濟學哈，某種程度呢，就是帶領日本走出失落30年的一個關鍵。那同時間呢，我們就發現到，在這個美中貿易戰之後呢，中國的房地產呢崩盤了。那這件事情我認為不是偶然。那我們就從這個圖上，剛剛在講這個1990年跟2020年的這個風水輪流轉，我們就注意看啊，在1990年之前啊，香港的股票市場啊，基本上是很普通，房地產也不怎麼樣。可是1990年之後呢，我們就知道香港的股票市場一路狂漲，房地產也一路狂漲。那寶傑哥跑新聞應該知道，這過程當中啊，很多香港的什麼明星也來炒房。對，以前那個什麼阿 B 跟 B 嫂還為了炒房離婚，什麼，這很多當時這種八卦新聞，就是香港變成了一個炒房炒股的一個天堂。它其實反映的不是這個人，反映的應該是中國的高速崛起。在90年代到2020年這個，也就是中國的資金大舉的到了香港去，或者是全世界的資金經由香港到中國大陸。對，那因為那後來香港慢慢走下坡，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自己接受這個資金嘛。早期因為你進中國還要外匯券啊、外匯管制，所以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這個轉機，就像香港機場轉機的概念啊。所以以前是這樣子。那同時間呢，1990年呢，剛好就是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其實台灣也是。台灣我們上一次的12000點就是1990年，就是那個1990年，台灣的經濟這個日本啊
跟台灣進入這個泡沫經濟破滅，然後呢，日本進入了所謂的失落30年的這個一個很長期的一個不景氣。那這一段期間呢，其實中國跟香港是在飛躍的瘋狂的成長。好了，那到了這個2020年之後呢，又發生了剛剛講的美中貿易戰，還有這個 COVID-19 之後呢，又發生了另外一個轉變，就是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日本已經走出了失落的30年，然後呢，日經指數的從以前1萬點不到，現在漲到6萬多點了。那這個相反過來，你要看的中國的這個，而且日本的房地產，可能很多人去投資也知道，日本的房地產最近漲幅也是相當的嚇人的。那可是你反過來看，就是中國在過去的幾年的房地產是一個非常慘的行業，股票其實也不太好。对，那它股票有一陣子看起來還不錯，是因為政府的這個禁空令，就是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可是呢，當這個禁空令拿走之後呢，中国的股市又不好了，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所以說呢，就是說這個香港跟日本或者中港跟日本的這個命運的轉折，我認為應該也不是巧合，應該是一個命運的必然。所以你這些東西就很清楚了。你看到在90年改革開放的時候，剛剛講的日經指數由盛而衰，開始往下跌，然後你看到香港的恆生指數就開始往上竄到哪裡？竄到了2001年加入 WTO 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就到交鋒了。交鋒了以後，你就看到了一直到了金融海嘯的時候，整個日本是完全垮下來的。一直到了剛剛講的2020年，兩邊又開始進到了一個新的黃金交叉。是。所以說，這個對中國就是死亡交叉了啦，對日本是黃金交叉。所以說，我們剛剛講嘛，這個轉折的這個事情啊，就是趨勢上，那2020這個趨勢現在才26年嘛，可能才剛開始吧。對。哦，所以你覺得接下來的30年，所以你剛剛講那個大勢，這個大勢的如果不改變，或者是剛剛講的 AI 這個趨勢不改變，這個的變化大概持續的有等於說20-30年會這麼久？我認為應該有。對。我講的日本了哈，台灣我相信應該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對。好，那當然現在對台灣來講有一個就是，現在台灣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少子化，我們現在高齡，那你就講說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希望你趕快要投資？因為這次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其實有很大的焦慮感，因為年輕人自己很清楚，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他現在的年輕人，你再去依靠現在我的退休什麼的，你就發現這一次的投資的結構跟過去不太一樣，在這一次我們講，這次的整個 ETF 裡面有6兆的台幣，你現在的很多年輕人開戶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年輕人雖然我買不起1張台積電，可是我可以買你的零股，所以這種的投資概念，這種的等於說這個尋求這種所謂的財務安全感，現在的這個年紀大跟輕之間也出現很大的變化。是，我想哈，其實這一波股票市場的這個上漲哈，我們剛剛都講了，主流是科技股嘛。其實科技股哈，我在證券市場工作蠻長時間的。其實哈，這個中老年人比較不愛買電子股，因為中老年人喜歡這個實體資產。所以我們講這個中老年人哈，不是對我自己也算中老年，可是不是對他們不敬，而是說他們可能對於投資的這個觀念啊，可能是看房地產啊，或者看公司的資產。所以呢，或者他們相信傳統產業。對。所以他們對於、我相信我看得到的，對。可是對於這個科技啊，什麼 IC 設計啊，我看不懂的東西，他不太敢碰的。所以我認識非常。你要說什麼了？我也是最近比較認真，我在找什麼信華、新興，然後呢，我想在這個建策，我以前想都沒想過，聽都沒聽過。對我來講，就是台塑、四寶啊，就是中鋼啊，就是金融股啊。沒有想到這個投資的這個標的出現這麼大的變化。是，就是說這一波的這個股票市場哈。年輕人進來的非常多，那進來非常多呢。剛才寶傑哥也提到了，比如說零股交易，他把這個年輕人進來投資的門檻呢降低了。那降低了，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呢，這個我們都曉得對比嘛，哈，房地產的對年輕人的門檻是非常高的。所以說呢，大家可以想象，我們這一波的股票市場最近1-2年，大概從2萬點漲到4萬點，快 double 了。我剛剛還在開玩笑說，這個漲幅如果發生在台灣的房地產市場，那政府就麻煩了，就頭痛了。對，那個民怨會更深，會非常深。那個為什麼會民怨很深呢？因為房地產有的時候漲太多的時候呢，會影響到年輕人的居住的生活品質嘛。哈。第二個是房地產投資的門檻非常高，所以說當我們的財富重分配的基礎如果是房地產投資的話，
年輕人的被剝奪感會非常大，因為他連入門檻都沒有辦法。買個房子好說也要好說少說大概也要一個100萬以上吧，我想了哈。那如果是這個年輕人呢，反過來，如果你可以去這個買這個零股交易或者是科技股啊，這種高科技半導體啊、IC 設計股或者是晶圓製造的這些股票呢，它的或者 ETF， 你剛剛講特別是 ETF， 那這些股票呢，或者這些這個投資的這個方法呢，等於是讓年輕人可以很輕鬆的進到這個科技業的這個成長。那這一波這個台股的這麼大的漲幅啊，基本上都是漲在這個科技股為主。所以說呢，受益的人啊，你們最近有沒有注意到，股票漲了1倍啊？那個年輕網絡上沒有人在罵的哦。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如果漲到房地產，你試試看，早就已經睡在那個百貨公司门口了，對不對？你看幾十年前，對，無可刮牛就睡在百貨公司的門口。那睡在忠孝東路4段的，現在沒有人幹這種事情。那為什麼？就是說，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財富的這個重分配是以股票市場，特別是科技股為基礎的，所以相對起來，對於年輕人的被剝奪感呢，基本上比較少。那我這樣講又還是不太好意思啊，就是可能中老年人啊比較不願意投資科技股的人呢，這個中老年人還是很多人買財產，對，可是當然也有很多人買科技股啦哈，不一定啦，我不是說中老年人一定都怎麼樣，只是相對起來這一波是讓年輕人可以更輕鬆的去投資股票市場，所以這個財富的重分配過程當中呢，大家都有份，是很多人都有份。好，那大家講，那這已經不是你賺錢的問題哦，因為你們是在做研究或在討論的時候。這個對你的安身立命是有影響的，因為剛剛講，你現在是少子化、高齡化。我們現在從這些數字來看，就是你現在的整個出生數字是大幅的下減，大幅下減。如果你現在在依靠健保，你在依靠勞保，你這些東西對你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所以你就等於說，現在很多人也在鼓勵說，你的自己的財務安全，其實你要從現在趕快去建立。是啊，我想我們這個回想一下了哈，台灣以前的社會啊，那不叫少子化。那個叫做政府拜託你做家庭計劃，對，我們可能很多人都有一點年紀的可能聽過啊，兩個剛剛好，2個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樣好，對，什麼一個不嫌少，什麼對之類的。為什麼？因為當時台灣的人口啊實在是太多到我們這個社會沒有辦法負擔。那我跟你講這個數字用形容詞很難，我用數字講啊，1960年到這個1980年啊，簡單講，這個我們講主流所謂的5、6年級生啊，這個1960到1980年的平均每一年大概生40萬以上的新生兒，這20年之間呢，總共台灣出生了835萬人，就記得這個數字，835萬人。那835萬人呢，這些人呢，其實在台灣的這個過去的一段時間呢，算是特別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相當不錯的人口紅利。但是呢，台灣的這個新生嬰兒數呢，到了最近的這個20幾年呢，10幾20年，台灣開始變有錢的時候呢，開始這個往下這個快速的下降。那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我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哈。第一個是1998年，1998年是我們台灣第一次在報紙上出現少子化3個字的那一年。是啊，我不曉得，那寶傑哥那時候應該還在平面媒體，還在平面媒體。第一次我還看到少子化3個字，我還看不懂什麼意思。我後來去日本留學，我才知道說原來那3個字是日文，少子化是日文。那少子高齡化其實是日本的日文直翻過來的，它的意思就是我們新生嬰兒數變少了。在1997年那一年呢，台灣的新生嬰兒數是32萬人，大家記得哦，32萬人。1998年是27萬人，那就是等於是那一年少了5萬人，少了5萬人到底是什麼意義呢？第一件事情，1998嘛，所以2016年的時候呢，台灣的很多私立大學開始遇到嚴重的財務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沒有學生了，對，因為你就先少了5萬嘛，那少了而且現在還在持續的減少哦，所以說那這個很多，那我們知道啊，國立很好的國立大學，它永遠不怕收不到學生嘛，但是比較那時候比較普及的私立大學呢，它的招生就碰到問題，一直到今天問題都沒有解決。那所以我才講說，這個少子化這件事情啊，第一個影響到的好像是學校的經營，後面影響到的呢，
可能就跟我們的生活有關了。為什麼我這樣講哈？到了2020年的之後啊，我們的這個新生嬰兒數就開始一路往下降。25年間啊，到去年25年間，總共才出生500萬人，少了300萬人。對，而且還沒有完哦。這個25年啊，是越到最近呢，人越來越少。我去年年底的時候啊，12月啊，到還有今年年初1月的時候，每天在等內政部開獎，看看去年2025年有沒有超過10萬的，勉強超過10萬。那看起來2026好像比25年好像目前為止業績還差了一點，比去年還差。對，那表示什麼呢？我們的新生嬰兒數呢會出現一個斷崖的下降，那就碰到我們未來的社會的最大的高齡化危機，叫做什麼呢？又老又病又窮。那又老又病哈，可能是難免嘛哈，可是又窮這件事情呢，就會是一個國安問題了。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哈？我們剛剛講民國65年是屬龍的那些人哦，我每次都開玩笑，你們真的很可憐，聯考也難考，工作也難找，然後呢，出了社會之後呢，他們還碰到一個更大的危機。我做了一個有趣的圖，1996年的那一年的時候啊，他們是20歲，剛開始出社會。那個時候台灣的社會我們都知道啊，平均的壽命啊大概只有70來歲，75、6歲，很多人都這個的就過世往生了。可是現在呢，這個平均壽命越來越高。這個有一天有一個里長啊，台北市一個里長的這個跟我抱怨啊，他說以前啊100歲的時候，那個重陽節啊，里長要親自到府去送那個像禮金紅包那樣子。他說最近很太多了，他走到他快要腿都快斷掉了。一個里长都跟我講這個話，那表示什麼？就是我們的社會的高齡化的人會越來越多。那大家就想啊，剛才那個5、6年級生那個800多萬人啊，如果每個都活到80、90歲或者100歲怎麼辦呢？對，你不要認為不會，而且它幾率越來越高，因為我認為非常高。好了，那我們就開始看了。假設到了2046年，距離現在20年，會發生什麼事情？就是65年次的人已經70歲了，然後呢，他準備要開始退休生活了，發現下面養他的非常少，而且下面的人很少就算了。他左右一看，發現我小學同學每次同學會出席率還蠻高的，因為大家都還活得好好的。就是小學同學也健在，國中同學也健在，高中也健在。就是這個去什麼地方呢？老人都非常多。但是呢，這個東西就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因為我們1996年的時候啊，就是台灣開始實行全民健保跟國民年金法，大家還記得？那個時候的精算師一定是根據當時的平均壽命跟新生嬰兒數去推算出一個自認穩健的財務結構。那最近很多這個健保局的人一天到晚說什麼要加收什麼2代健保，跟這個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我們未來要繳錢的人越來越少，但是呢，要吃健保的人啊越來越多。因為這個精算的這個模型啊，跟1996年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那這個我當然也不敢幫幫他算命了。可是我只能說啊。這個不久前哈，這個全世界評鑑呢，這個全世界第1名的這個全民健保就在台灣。那大家要曉得，這個真的要感謝5、6年級生過去30年的這個辛勤打拼、工作繳稅的這個成果呢，才養了一個這樣子的這個全民健保。但是呢，我們反過來要想啊，5、6年級生到了退休7老80的時候，我們的健保還有沒有能力？那800多萬人，對，養你。這個事情其實是我最近有一點煩惱的。那可是還好嘛，我們剛剛講了，上帝要關一個門呢，先幫你開一個窗，就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呢，台灣呢又是達到了史上空前最富裕的時刻，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高興歸高興，但是千萬不要忘記哈，一定要有一些這個保護自己未來的這個投資。你說未雨綢繆的時候，這個是個時間，讓自己這個年紀大了以後，所以你真的對未來，如果像我們以前很多人覺得，哎，我的這個最後就是老人年金嘛，或者我今天如果這個有勞保嘛，或者我現在第一個了，本來養兒防老，小孩已經不可靠了，就是本來我有小孩，我可以靠小孩養，現在不可靠，你不要養小孩就不錯了。那現在我如果未來這樣健保，你覺得那個對5、6年級甚至7年都會有很大的壓力嗎？不是，因為財務結構就是這樣子啊，看你怎麼。因為你那個時候新生嬰兒1年40萬嘛，如果他都沒有走哦，而且他可能會活很久哦，也就是以前的人可能活到75歲、80歲就走了，
以後的人可能活到95歲、100歲就才走。你多出來的錢，這個有時候算，我覺得也蠻恐怖的啊。我們假設啊，一個人活100歲啊，你65歲退休，你30歲出社會，你30歲出社會工作35年到65歲退休，你65歲退休到走了100歲也是35年，也就是說你供職場上努力了35年，結果你退休在家裡也35年，那真是一個蠻長的一個時間。所以我們台灣人自己要把對未來，其實也不是台灣人了，全世界的人基本上要對未來的這個銀髮族或退休人的未來的生活，要先想一想，在你現在還活得很開心的時候呢，真的要多想一點。董事長，我們這樣講，台灣人其實已經是全世界最會存錢的民族，我也是最有危機的意識的存，就是我們剛才講，我們的儲蓄率是非常高。可是現在問題在哪？我到底該怎麼辦呢？現在我還可以繼續投資嗎？那我該買股票呢？我還是定時定額呢？以前我聽人家講，我爸媽那一代都別回啊，對回啊。到我這個年代就開始定時定額了，那我到底該怎麼樣子去維護我的這個所謂的財務的安全嘞？你父母以前那個年代標會是因為當時台灣的利率很高，資金成本很高。那最近現在台灣利率已經很低了。那很多人投資房地產也好，或者股票市場也好呢，很多的原因呢，其實是因为它的投資報酬率比利率高嘛。其實關鍵大概只是這樣子。那這一波呢，投資這個科技股或者是 ETF， 就是你不敢買電子股，你不敢買科技股，但是呢，其實你買的那個有的很多 ETF 都是，它其實就是那些很厲害的這個科技股。但是可你透過這個東西，它的成長呢，事實上呢，等於是幫你長期在累積一些這個退休老本啊。對。那我不能對投資做建議，我只能對這個理財觀做建議了。就是說，人生呢可能要有一些平衡投資。就是保守投資跟積極投資呢，都重要。那當然，隨着你的年紀越來越大，保守一定是越來越保守。對，年輕的時候也許可以積極一點。可是我講這個積極，不是要你什麼賣房子、押房子去賭博，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積極就是所謂的成長，成長股啊，或者未來趨勢的股票。那如果是這個保守的呢，可能就是一些你這個比較穩定一點的收益。对，好，那我們就非常謝謝這個董事長剛剛講的，原來你在看待這個市局的時候，它其實歷史是有一個脈絡的。那其實這個歷史脈絡裡面，你就要很清楚，是你站在這個歷史的脈絡裡面，你到底要怎麼樣做選擇？我們的選擇非常重要。那台灣今天有這樣的好處，是因為我們做了一個選擇，是我們站在美國這邊，我們剛好加到這個非紅色供應鏈的一個對面，我們加入了這個所謂的美國的這個發展的這個所謂的浪潮上面，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現在的榮景，我們有現在 AI 時代的這樣的一個大爆發。那對現在剩下來就是，那我們個人在這樣的一個大浪潮下面，我們要怎麼選擇？我們要怎麼自保？我們要怎麼投資？我覺得這個都是值得大家非常深思的課題。非常謝謝董事長，謝謝大家。